1945年4月30日，久經戰火的一戰老兵阿道夫親手擊斃了二戰最大的戰犯希特勒。元首死後，第三帝國隨之崩塌，與之一同消散的還有德意志人望向星空的夢想。只是他們的火箭總是不小心落在倫敦。二戰之後，德國的導彈遺產被美蘇瓜分，同時還有條約限制，不允許搞導彈與火箭。在當時的人看來，德國這輩子是不用想着造自己的火箭了。但在多年以後，一個來自斯图加特的年輕人將讓世人再一次見識到德意志的火箭，只是這一次，他將在非洲的上空翱翔。大家好，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比馬斯克和貝索斯更早的世界上首家商業航天公司以及其創始人盧茨凱澤背後的故事，看看德國最拉风的火箭設計到底有多牛逼，以及他們為什麼會與蒙博托與卡扎菲這樣的通遼人军合作。本期視頻的封面以及部分資料與素材的收集由這位粉絲提供，他正在創作有趣的科幻小說，歡迎大家關注。接下來就讓我們跟隨盧茨凱澤的視角，回到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吧。1939年，在二戰爆發的前夜，盧茨凱澤在德國斯圖加特出生了。二戰貫穿了他的整個童年，最終為他的家鄉留下了一片廢墟與一大堆散入寻常百姓家的軍火。這對於一個愛折騰的人來說，真是天賜良機啊！於是乎，凱澤在戰後的最大的娛樂方式就是到處刨戰爭中剩下的炮彈，然後把裡面的火藥拆出來點着玩，還經常搞爆炸。鄰居們一聽，還以為是元首復活又打回來了。小凱澤這麼能折騰，主要也是因為他家境比較好。他爹是著名的化學家，後來成為了歐洲最大的糖業公司的董事長，這讓小凱澤從小就能自由學習各種技術，有了充分的折騰空間。等到上學的時候，小凱澤就已經可以拉着同學們造小火箭了。当时根據規定，德國不能有任何超音速的東西，所以凱澤這小火箭可給同學們激動壞了。後來到了大學生活，凱澤考入了斯图加特大學，是從著名的航天巨匠尤金·桑格爾，就是桑格尔弹道的那個桑格尔。在這裡，凱澤開始拉着同學們搓火箭發動機。可是當時他們要搓的液體發動機太危險了，學校裡沒有合適的場地，凱澤就溜達來溜達去，最終還是元首顯靈，讓他找到了一個廢舊的地堡。這玩意兒可結實啊，炸都炸不動。於是他們一群人又是拉電線又是塞燃料，整天往地堡裡搬東西，竟然真的搓出來了一個小型液體火箭發动機。這個地堡旁邊就是居民區，老百姓們整天走來走去，也不知道有人在這兒整這麼大活。但這事兒後來讓美國占領軍知道了，美國人一看這整挺好啊，你們繼續玩吧，我不打擾，我走了哈，竟然默許了他們這種行為。1968年，凱澤畢業之後，前往蘭博爾德斯豪森的太空推進研究所工作，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工程師。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将會在這裡混上鐵飯碗，直到退休。但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不出意外那是不可能的。意外發生在西德政府那裡。雖然二戰之後的德國不能自己瞎搞導彈了，但是跟着英法一起混還是可以的。在美蘇太空競賽的大背景下，被甩得越來越遠的老歐洲急需一款自己研發的火箭。於是，在1961年，英法德意等國聯合成立了歐洲運載火箭發展組織，並在幾年之後搓出來了自己的火箭。但就像後世種種歐洲聯合項目一樣，這火箭扯皮拖延超支1倍之後，它還不好使，不是2級出問題，就是3級出毛病。從澳大利亞到法属圭亞那，到處都是火箭爆炸的聲音。時間進入70年代，已經跟投了20多億馬克的德國一個頭兩個大，不能再這麼下去了，必須得想方法整點便宜的辦法了。而當時的凱澤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認為隨着電子技術的進步，衛星的生產成本會越來越低，到那時候使用現在這些昂貴的運載火箭打衛星，就像使用勞斯萊斯運水泥一樣荒唐。於是他也找來了幾個同行，一起創立了技術諮詢有限公司，開始研究起低成本運載火箭方案。就在這樣的雙向奔赴之下，1971年，西德政府注意到了上蹿下跳的凱澤，並派出官員對其進行考察。而他們即將見識到德國有史以來最為拉風的火箭，在這位大仙面前，一切代派的元首黑科技都黯然失色了。這玩意兒的核心由大量高16米、直徑0.27米的通用火箭推进模塊構成，每一個模塊裝一台推力約2.5噸的發動機。然後凱澤就會將這些模塊大量的拼湊在一起，像洋蔥一樣一層包一層。其中近地軌道 LEO 運力只有1噸的最小版本，也足足有3級共64個模塊包在一起，最外面的1級48個，中間的2級12個，最裡面的3級4個，總的起飛重量約為100噸。而最為驚心動魄的巨型版本，近地軌道運力達到了128噸，總起飛重量也有12800噸。
總的模塊數量有大幾千個。這玩意兒上到并联上百台發動機的 SpaceX 行星運輸系統，下到上期奇葩航天所講的重型生態火箭，在凱澤的方案面前都顯得平庸而無力了。你們就好好見識見識我們大德意志人民的智慧吧。那麼如此偉大的火箭該怎麼命名呢？凱澤當仁不讓地站出來，當然是以更偉大的我來命名了。於是近地軌道運力為1噸的火箭就叫凱澤1，最大的那個就是凱澤128，中間還有什麼24、8、16、32、64，跟你的電腦內存條一樣。如此狂野的方案一拿出來，遠在美國的馮布勞恩都注意到了。哎呀呀，没想到我在外面打拼這麼多年，現在家裡人也這麼出息了。於是老馮也來給凱澤做顧問，還親自給了很多設計建議並幫助宣傳。現在凱澤已經有了自己的神奇火箭方案，但是他還需要向德國政府證明一件事兒，那就是自己這個這麼拉風的火箭的確是能夠降低運輸成本的。人家政府是很務實的，不會因為你看起來拉風就給你偷錢。那麼凱澤會如何降低火箭成本呢？答案是什麼省錢我就用什麼。我們這火箭由一大堆長得一樣的小火箭拼起來，所以只要想辦法把单個模塊的制造成本降低，然後批量化生產拼一塊就行了。那這单個模塊的成本該怎麼降低呢？凱澤沉思良久，這火箭是什麼東西啊？火箭就是一個大粗筒子，後面裝一個發動機，裡面再填上燃料啊，其他都是多餘的。所以只要在這3個東西上下手就可以了。這發動機凱澤已經折騰了很多年，可以直接用自己之前的研究成果。凱澤在發動機的選擇上採用了最便宜也是最簡單的擠壓循環發動機，完全拋棄了各種複雜的管路與渦輪泵設計，直接往燃料罐裡打氣，靠高壓氣體把燃料擠到發動機裡燃燒。雖然靠氣壓去擠燃料，在性能上肯定是不如正經的渦輪泵的，而且在燃燒過程中，由於储罐內的燃料越來越少，空氣越来越多，所以越到後半段这壓力還越小，容易出現後勁不足的問題。但是它的成本絕對夠低，發動機有了，火箭艦體這大粗筒子應該怎麼省呢？凱澤尋思來尋思去，最終選擇了直接使用克魯伯的水管來當火箭的艦體。所以啊，你們之前看到過的什麼日本水管當槍管都弱爆了，人家德國的水管都能當火箭。而在最後的燃料選擇上，凱澤再次另闢蹊徑。在經歷了各種近代點火測試之後，凱澤發現現在流行的氢氧燃料實在是太貴了，煤油燃料也不便宜。瞧過來瞧過去，凱澤發現直接使用普通的柴油和硝酸好像也能当燃料啊。這玩意兒雖然性能差了一點，但成本只有液氧煤油的5%，而且也更容易加工制造。只要我們的成本夠低，一切都會好起来的。在將单個模塊的制造成本壓縮到極致之後，凱澤還需要解決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大堆模塊拼在一起，起飛的時候不能飛歪了。現代火箭遇到這種問題，一般是使用發動機矢量控制系統，讓發動機噴口轉一轉，就可以把飛歪的火箭給掰回來了。但凱澤認為，我們這綠皮科技的發動機不應該上這麼昂貴的東西。反正我們的發動機模塊夠多，如果火箭飛歪了，直接降低對向幾個模塊的推力，大不了關掉幾個模塊，這不就能回正了嗎？為了能控制火箭發動機的推力，凱澤給火箭發動機上裝上了節流閥。為了保證裝上去的每個部件都得是最便宜的，這個節流閥的驅動電機直接使用了博世的汽車雨刮器電機。這套簡單粗暴的推力控制系統還要專門寫一個軟件。恰逢當時阿波羅計劃結束，很多工程師沒事幹，凱澤就說：“老馮啊，本着來都來了的精神，你再給我撈倆參加過阿波羅計劃的工程師，給我搞搞軟件開發唄。”最後這事兒還真給辦成了。於是就這樣，凱澤似乎真的解決了明面上會遇到的各種問題，真的給出了一套非常不錯的低成本火箭方案。按照當時的計算，凱澤的火箭每噸成本約為250萬美元，比同時代的其他火箭都要便宜得多。西德政府見此也是龍顏大悅，在1971年到1974年內，總共批准了400多萬馬克的經費，並且為他們提供了一座測試台。在這裡折騰了幾年之後，凱澤的火箭終於要準備上天了，但他一路順風的好日子也就此結束了。就在這一年，西德政府決定不再資助他們，而是跟着法國人去搞阿里亞納系列火箭了。這麼幹的原因，除了凱澤的綠皮科技實在是過於震撼人心之外，還有來自法國與蘇聯的外交壓力。畢竟你德國人自己搓火箭，實在不是什麼讓人放心的事兒。這下可壞了，沒有錢，可什麼事都幹不成。為了搞錢，凱澤決定成立一個新的公司來拉投資，這就是奧特拉格公司。這就是世界上首家商業航天公司，比貝索斯與馬斯克都要早得多。
站在21世紀的視角來看，搞航天沒有錢就撮個公司拉投資，現在學新聞學的都來造火箭了，這不是很理所當然的事嗎？但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火箭這東西就應該是政府帶頭去搞，航天這東西跟碎鈔機一樣，咋可能見到回頭錢？所以根本沒人會去投資這玩意兒。凱澤自己是知道這件事的，所以他為了能夠成功拿到投資，搞了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操作。這個東西具體被稱作稅收折舊基金。簡單來說，只要你給奧特拉格投錢，通過一番神奇的運作，你就可以抵扣掉大概275%的稅，這都超過100%了，相當於淨賺175%的稅款，屬於天上掉餡餅。而且這玩意兒至少在當時看來還是合法的，雖然就連奧特拉格自己的員工們大部分都不知道這東西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但都感到大為震撼。於是乎，就靠着這種歪門邪道的詭異方法，凱澤吸引到了一大堆希望避稅的富人，1000多名富裕的醫生、律師之流，一人投一點，愣是湊出來了整整1.7億馬克，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現在錢是不缺了，火箭基本也已经造出來了，擋在凱澤面前的只剩最後一個問題，那就是發射場的選擇。由於條約限制，當時的德國不能在自己的本土發射火箭，所以凱澤只能將目光看向海外。以當时的國際局勢來講，綜合各方面的考慮，美國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但當時的美國沉迷於航天飛機，不讓發展其他火箭，連他們自己人都打壓，更別說凱澤這個外來戶了。最後，凱澤將目光望向南方，看向了非洲大陸。其實凱澤前往非洲這事兒還有點機緣巧合。1974年，一個名叫魏瑪的國際商人整了個拳擊比賽，為了好玩，他專門把拳擊比賽的地點從紐約搬到了刚果雨林。瞧瞧这雨林裡面打拳擊，這多帶派啊！是不是非常有野性？當時的凱澤在飛機上遇到了魏瑪，兩人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凱澤的火箭。凱澤就開始說自己沒有發射場的事兒，魏瑪就提了一嘴，直接來剛果咋樣啊？剛果都能打拳擊，為啥不能打火箭啊？很巧啊，我剛好認識現在的剛果總統，要不你們倆見一面？凱澤一尋思，這可以啊！非洲大陸上現在到處都是人均典範，屬於通遼人均遍地走的時代。什麼尊師重道馬歇艾，千古一帝波卡薩，這剛果總統至少不吃人，也不綁票，看上去確實很不錯。於是乎，就在魏瑪的牽線搭橋之下，凱澤就與當時的剛果總統見了面。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說，人家不是剛果總統，因為當時的剛果已經被總統大人改名叫扎伊爾了。沒錯啊，這時候的剛果總統就是著名的兩袖清風蒙布托。凱澤見到蒙布托之後，只談了20分鐘左右，就把蒙布托談得龍顏大悅，直接給他批了一架飛機。你們直接在飛機上相中哪塊地兒就圈哪塊，到時候給我整一個航天發射場出來，再給我打一個偵察衛星，讓我好好看看我們偉大祖國的國界。這樣我們剛果就是非洲第一個擁有發射場與衛星的國家了。最終，蒙布托給凱澤一行人提供了超過10萬平方公里的巨型實驗區，位於剛果東部的沙巴高原。10萬平方公里啊，這個面積跟整個東德一樣大，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航天發射場面積的總和，再乘好幾倍。而且蒙布托還不急着收租金，等到你們的火箭發射成功了再說。瞧瞧這非洲兄弟太帶派了。於是乎，凱澤趕緊帶着幾十個弟兄們，坐着2架二手運輸機就開始往非洲運物資。這地方雖然大，但是太落後了，基建是零。凱澤最後在高原上面找了塊比較平坦的地方，又能降落飛機，又能修發射場，以後就在這兒安家了。在之後的2年間，凱澤在德國造好火箭，再把自己的火箭運到剛果來測試。直到1977年5月，凱澤的第一個火箭推進模塊成功完成了試飛。儘管這第一個測試火箭推進劑容量只有標準模塊的20%，但它的試飛還是引來了全世界的注意。冷戰時期的剛果是美國的盟友，而它旁邊的鄰國安哥拉則是蘇聯扶持的政權。冷戰的前線在此刻早已滲透進了非洲大陸。你一個德國人在美國盟友的地盤上打火箭，這打的哪是火箭啊，這打的就是蘇聯的臉。你難道想整一個刚果導彈危機嗎？你對外宣稱制造的是火箭，誰知道你是不是暗地裡在幫蒙布托搞導彈？於是安哥拉立馬開始了對奧特拉格公司的指責，蘇聯也隨後發力，表示你們這麼幹是新殖民主義行為。其實仔細想想，這種指責是很牽強的。說他們是新殖民主義，是因為凱澤一行人他們是白人，並且在與蒙布托的協議中，他們確實在這片區域有很高的管理權限，甚至包括搬遷當地的土著與司法豁免權。其實他們的協議具體內容本來是保密的，蘇聯不應該知道這些。但後來這份協議被從剛果駐德國波恩大使館裡偷走了，隨後才得到了公開。
事實上，凱澤手下一塊來非洲的一共就幾十個人，幾十個人管理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南極洲跟這一比都算是人满為患的，而且這地方完全沒有任何開發。凱澤每天的任務就是看着大鱷魚、大河馬、大犀牛、大獅子、大象輪流呲牙，能夠活下來都是夠困難的了，哪還有功夫去折騰當地土著？事實上，他們也從來沒有參與管理過當地居民，完全相安無事。但人家蘇聯也不會管這些，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在乎的是你手裡的火箭。直到此時，凱澤還是能夠頂住壓力的，因為他畢竟還有蒙布托的支持。山高皇帝遠，我就假裝啥也沒聽到，蘇聯還真能為了我们這幾十個人打到剛果來啊！於是，在1年之後的5月20日，凱澤進行了第2次試飛。這一次試飛，火箭體積更大，燃料裝得更多，並且再一次獲得了成功。與此同時，凱澤手裡的第3枚火箭也已經準備完畢，馬上就能夠準備第3次試飛了。蒙布托聽聞也御駕親征，帶着一堆記者親自前來觀禮，讓你們好好看看我們剛果有多牛逼。16天後，1978年6月5日，凱澤的火箭進行了第3次試飛，而這一次他沒有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意外還是發生了。火箭剛一升空就立刻失控，隨後一頭扎進了旁邊的盧武阿河裡。而這直接意味着凱澤剛果之旅的終結。你說你這火箭早不壞晚不壞，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候掉鏈子，只能說命運有時候就是這麼喜歡捉弄人。蒙布托這次帶了一大堆記者來看，這下好了，讓自己的甲方爸爸在全世界面前丟了大臉。而且現在由於這些記者們到處報道，全世界都知道你凱澤在造導彈了。在這之後，蘇聯對德國與剛果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蘇勳宗勃列日涅夫御駕親征，親自去找德國總理施密特進行交涉。說是交涉，其實就是對凱澤憤怒的輸出。你們要麼讓奧特拉格公司下地獄，要麼就把凱澤給我弄死。而在德國另一邊的法國也開始同時施壓，你們德國人造火箭不合適啊，到時候造着造着就变異成導彈了，對全世界沒好處。你們就好好跟着我造阿里亞納火箭就行了。最終，西德與蒙布托都受不了了。西德通過更嚴格的火箭零部件出口法律，直接阻止了凱澤在德國制造火箭並運到非洲發射的玩法，而蒙布托則直接取消了他與凱澤的協議，而他私下還與西德政府有交易，通過取消凱澤的協議，從西德那裡換到了一些物資援助。得到了這個結果，凱澤悲憤不已。他當時評價說：“我看德國對我限制這麼嚴，明明就是因為我當時支持德國的反對派。如果反對黨上台，肯定就不會這樣了。還借口說什麼蘇聯施壓。看看你們慫的，一個小小的蘇聯就給你們嚇成這樣。我在剛果離他10萬8千里，有本事過來弄死我呀！”然後凱澤就遭遇了暗殺。在遭遇了4次暗殺未遂之後，凱澤被嚇得魂飛魄散。原來真能弄死我呀！這下真不能待在剛果了，得趕緊跑路。1979年，凱澤帶着自己的全部家當離開了剛果，開始尋找其他發射場。在與法國和巴西的談判接連失敗之後，凱澤最終選擇了另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合作對象，那就是利比亞的卡扎菲。從1980年開始，凱澤就確立了與卡扎菲的合作，這下倒是徹底不用擔心蘇聯的壓力了，因為冷戰時期的卡大佐就是蘇聯的好朋友，現在也沒人指責他搞新殖民主義了。而且卡大佐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他比較能抗壓，反正本身就跟西方關係不好，你說我在造導彈，那我就是在造導彈，我不僅要造導彈，我還要造核彈呢。當然啊，對外宣傳上肯定還是會說這是和平的太空計劃。由於德國的限制，以後凱澤不能在德國制造火箭，同時運到海外發射了，因此凱澤偷偷地將自己的制造設備全部運到了利比亞，並安置在迪利波利以南600公里的一片沙漠綠洲之中。凱澤在這裡進行了10多次試飛測試，並且進行了數千次點火測試。為了降低自己火箭的軍事化潛力，凱澤還將自己的火箭模塊尺寸進行了壓縮。但這一次，凱澤需要擔心的不是那些遠在天邊的大國，而正是自己的新甲方卡扎菲。雖然凱澤自始至終都是在造火箭，並且極力反對將火箭軍事化，但卡扎菲對此毫不在乎。沒錯，我讓你來就是想讓你幫我造導彈的，如果你不願意，那我就自己來拿。1982年底，卡扎菲派出軍隊直接攻向凱澤的測試場，試圖完全控制火箭的設施與研發人員，但他最終還是遲了一步。早已預料到這些的凱澤提前撤走了所有人員，留給他們的只有400多個火箭模塊。凱澤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我的火箭永遠只能飛向太空，絕對不會落在倫敦。後來卡扎菲試圖用凱澤留下來的資源重新制造導彈，但最終也沒有成功。而在利比亞之外，凱澤也已經失去了自己對奧特拉格公司的控制。
雖然國際社會的指責與制裁動不了卡大佐，但是這些輿論卻可以影響到奧特拉格公司。奧特拉格的股東們隨即開始對凱澤施壓，使其被迫轉讓了74%的股份。與此同時，西德財政法院也找上門來，以涉嫌偷稅漏稅為由，開始調查奧特拉格公司的財務狀況。凱澤數年前埋下的雷在此刻轟然炸響。事情到了這一步，凱澤遭受到了巨大的打擊，自己奮鬥一生的事業在顷刻間崩塌，但他還是沒有放棄。1983年，在遙遠的北方，在瑞典的基吕納發射場，一枚承載着最後希望的火箭再次升空。為了緩解與德國政府緊張的關係，這枚火箭從一開始就是以探空火箭的標準制造的。我們放棄正式的火箭了，也請大家不要再折騰我們了。但命運總是殘酷的，這最後一枚火箭在起飛之後不久便化為一團絢麗的煙火。命運總是在關鍵的時刻開這種殘酷的玩笑。之後的凱澤與奧特拉格公司再也沒有了能夠東山再起的資源。1987年，世界上第一家商業航天公司奧特拉格公司宣布破產。此時，曾經風起雲湧的世界輿論早已忘卻了這家德國公司，它就像後視鏡中的一個黑點，消失在遠方的天邊。在這一切波瀾壯闊的故事結束之後，凱澤仍然在為了自己被卡扎菲扣押的資金而奔波。他在迪利波里生活了很長時間，並利用自己的技術做了不少研究與開發。之後還應卡扎菲的邀請去利比亞科學院擔任教授。凱澤這麼幹是因為卡扎菲承諾會將他的資金歸還，但卡扎菲怎麼可能會真的這樣幹呢？他要是這樣幹，就不會是痛療人均了。所以凱澤的這些努力最後也都通通打了水漂。時間來到2007年，此時的凱澤馬上就要70歲了，他再也不是當年那個精力充沛的夢想家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光中，他離開了自己的家鄉，離開了自己曾經奮鬥過的歐洲與非洲大陸，他來到了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上，這裡是馬紹爾群島。在這裡，他可以安享自己的晚年，並和自己的妻子一起隨時眺望壯麗的太平洋。同時，他還得知，在自己的商業航天公司破產之後，世界上也出現了一些其他的商業航天公司。一個叫馬斯克的年輕人，此刻就在馬紹爾群島的另一個小島上試飛自己的獵鷹火箭。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冉冉升起。真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想到這裡，這個古稀之年的老人似乎又重新燃起了鬥志，向着自己曾經的夢想發起了最後的衝鋒。他又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試圖將他開發了幾十年的技術推銷到最後。而這一次，還真有美國的新興商業航天公司找上門來。一家名為球宇宇航公司的企業準備利用他的技術來開發火箭，參與安里薩 X 大獎。另一家名為軌道航天公司的企業準備利用他的技術來參加谷歌月球 X 大獎。怎麼又是你倆？但總之，凱澤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很積極地給他們做顧問。其實來找凱澤的不僅有這些新興的商業航天公司，還有非常有錢的沙特阿拉伯人。沙特想要出資10億請凱澤出山來為他們研發導彈，但凱澤至死都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斷然拒絕了他们。此時的時間已經來到了2017年，感受到自己大限將至的凱澤受邀參與拍攝了一部個人紀錄片。2017年11月19日，這個來自德意志的工程師，這個闖蕩非洲的夢想家，這個商業航天的先行者，永遠地閉上了雙眼。21世紀的德國人總會想，為什麼作為火箭起源地的德國在航天發展上如此的不堪？為什麼以馬斯克為代表的商業航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2018年，凱澤生前參與的紀錄片上映，讓德國人民第一次知道了，早在幾十年前，在自己的祖國就有這樣一個瘋狂的工程師，試圖在德國的高原與沙漠之中，用雨刮器的電機與不鏽鋼的水管，重塑德意志的榮光。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如果您喜歡本期視頻，還請不忘點讚、投幣、關注、收藏。這裡是新人 UP 主新世紀的旅行者，讓我們下期再見。